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的尾声，而就在我们眼前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其实正在愈演愈烈。你看，《善恶之争》这本书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和撒旦之间这场巨大的斗争啊，已经持续了快6000年了。而现在，重点来了，这场战争正在飞速地走向它的终点。那你想想，这也就意味着那个恶者他正在加倍的努力，可以说是使出浑身解数，发动他最后也是最危险的欺骗。他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，就一个，把我们所有人都紧紧地套在他的罗网里。圣经里其实早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的警告，你听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看，这个危险啊，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个分享，一起来揭开撒旦那些最隐秘也是最危险的骗局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深入的来看一看《善恶之争》的第32章，它的标题就叫撒旦的罗网。好，我们今天会分成几个部分来看。首先，撒旦为什么会在末后发动这么疯狂的攻击？然后呢，他到底用了些什么欺骗的武器？再来，我们会聚焦在末世那个最大的骗局上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怎么才能看穿他设下的这些罗网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善恶之争里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当历史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撒旦的活动为什么会突然加倍？其实原因非常直接，因为他越来越绝望了。这一点啊，圣经里早就预言了。经文里说他气愤愤地下来，因为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。你看，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了。他之所以这么疯狂的攻击，根本原因就一个，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快没了。所以呀，什么状态能让撒旦最警惕呢？你看这张对比图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左边，当教会变得不冷不热，大家都满足于现状的时候，他反而最放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地盘很稳固。但是你看右边，只要有一个人，一个灵魂开始真诚地问那个问题，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得救呢？哇，这一下就触动了他的警报系统，因为他最怕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从他手里挣脱出去，开始真正的去寻找救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具体会用哪些手段呢？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震惊，他这欺骗甚至渗透到了那些我们认为最神圣的地方。圣经里其实揭示了一个事实，就是撒旦啊，他甚至会出现在敬拜的场所。当然了，他来可不是为了敬拜神，他的目的是来破坏人的信仰，是来实施他攻击义人的那些毒计。你想想看，当神的仆人在前面讲解圣经的时候，他就在台下全力的工作，想要管制住敬拜的人的心思意念。他会让你想起工作上的事儿，制造各种各样的分心，目的就是不让你听进去那些关乎生命的重要信息。耶稣不是讲过那个撒种的比喻吗？他说那些落在路旁的种子被飞鸟给吃掉了，那个飞鸟其实就象征着撒旦，是他夺走了我们心里的真理。而且除了这种直接的搅扰，撒旦还有很多助手。这一点善恶之争说得非常尖锐，他指出有一些自称非常敬虔的人，实际上呢，却成了撒旦手里最得力的工具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识别这些人呢？圣经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检验标准，就是去看他们的果子。这个果子指的就是他们的行为和态度，一看就能揭示出他们到底属于哪个阵营。那这个果子具体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模仿撒旦最擅长做的那件事儿——控告。圣经里就称撒旦是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。所以你看，他最有效的助手就是那些在信徒中间不停地散布怀疑、挑剔还有毁谤的人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心理战术，就是通过破坏信任、毁掉别人的名声来瓦解整个团体。说实话，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网络暴力、人肉搜索，其实就是这种模式的放大版，通过公开指责、制造分裂来获得影响力。这就说明这种破坏性的行为，它的根源其实是属灵的。你看，在内部制造纷争，这些手段啊，还只是为了削弱我们的防线。
现在我们得来看看撒旦为末世准备的那个终极大招，那个志在迷惑全世界的终极骗局。善恶之争这本书里特别指出，招魂术可以说是撒旦骗术里的一个杰作。他通过一些听起来特别迷人的教训，再加上一些虚假的神迹来布置他的罗网。他特别喜欢针对哪一种人呢？就是那些已经拒绝了真理、内心非常空虚的人。这个东西之所以那么有欺骗性，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以一个青面獠牙的形象出现的。恰恰相反，圣经警告我们，他会伪装成一位光明的天使，用一种看起来特别神圣的方式来迷惑我们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个现在特别普遍的错误说法，它直接扭曲了基督复临的真理。我们来看左边这一栏，这种骗人的说法是，基督再来啊，不过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私下里的一种经历。你想想，这种说法是不是完全把圣经里那个荣耀的盼望给瓦解掉了？但圣经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右边，耶稣自己说的清清楚楚，他的再来将会是一个全世界都能看见的充满大荣耀的事件，绝对不是什么私下的个人的经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隐秘又危险的罗网，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被骗呢？别担心，圣经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答案和防线。那么面对这些罗网，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？圣经其实给了我们一个3重防线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基础的，就是要亲自去研究圣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只有当你自己心里清楚真理的标准是什么，你才能一下子识破那些谎言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恳切的祷告。这不仅仅是求点什么，更重要的是依靠神的力量来保护我们，不让我们掉进试探里。而第3步，我认为是最关键的，就是去顺从你已经明白的真理。这一点我真的要特别强调一下，仅仅知道一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。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。你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的深意，他告诉我们，一颗愿意顺从的心才是我们不被欺骗的最终保障。这颗心就像一个校准器，能校准我们属灵的罗盘。没错，撒旦的罗网可以说正在遍布整个世界，但是好消息是，我们并没有被丢在黑暗里不管，神已经把真理赐下来了。就像圣经里说的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你看到最后，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真理到底存不存在了，而是我们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去接受它。在这个充满欺骗的时代，这真的是一个关乎永恒的选择。那么今天你又选择站在哪一边呢？